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电影《花千骨》发布首支预告，陈都灵花千骨会比赵丽颖还好看。电影版的《花千骨》发布首支预告，陈都灵饰演花千骨会比赵丽颖演的还要好看吗？电影版《花千骨》发布首支预告，官宣演员阵容：陈都灵、李成斌、毛子俊、赖美云、张子明、徐慕禅等出演，将于2022年内上映。花千骨电影版首支预告里曝光的多个角色造型，花千骨的战损和黑化造型也释出。陈都灵饰演花千骨，李成斌饰演白子画，毛子俊是杀阡陌，赖美云是唐宝，张子明是清水。影片将于2022年内上映。首支预告片中的场景还是不错。花千骨电影版影片讲述天煞孤星花千骨为改变命运，克服重重困难，赶去长留仙境，拜上仙白子画为师。白子画虽已算到生死劫，却依旧收花千骨为徒。最终花千骨被迫觉醒洪荒之力，与命运展开殊死对抗的故事。小跟踪看了这个2分多钟的预告片，如果我说这些造型毁容级别会被打吗？看预告片觉得花千骨还好，白子画稍微逊色了点。这妆容和造型真的有点一言难尽，好歹女主是个美女。这白子画可以说是毫不相关。电视剧版白子画虽然没有妖冶，但有属于上仙的清冷气质。霍建华书评都比电影版的白子画好看有气质。小跟踪都不理解了，既然都请了毛子俊演这部电影，为什么他不能是白子画？我真的谢，他不比那个什么男主帅多了？而且有现成的毛子俊不用，还让他演杀阡陌，他不应该更适合白子画的角色吗？沙姐姐这个角色要柔美的男生。从扮相来看，观众满意度最高的应该是陈都灵，不过陈都灵是那种清冷出尘的感觉，没有那种赵丽颖饰演的花千骨懵懂可爱的感觉。毕竟有电视剧版珠玉在前，电影版花千骨压力不小，想超越前者再现经典，难度也很大。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翻拍的电影版明知道会扑，却还要拍？这就是恰烂钱吗？电视剧版的花千骨说爆都低了，是湖南卫视真正的现象级电视剧，那时候收视破2周播冠军，至今无人能及。演员赵丽颖还凭此获金鹰奖视后，提名白玉兰视后，人人都喊她小骨，会比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好看吗？句号。前有电影《诛仙》孟美岐 PK 电视剧赵丽颖版的碧瑶，后有电影《花千骨》陈都灵 PK 电视剧赵丽颖版的花千骨，都使劲往一个人身上造呢。那么，能否再现剧版的极致碧美学的爆款神技？对话赵丽颖，打王庆来最解气，和幸福这2句话最打动我。凡事都得讲个理。正在东方卫视播出的《幸福到万家》中，赵丽颖扮演的农村妇女何幸福倔强地说，为了一个理字，何幸福在新婚当天就砸伤了婚闹还骚扰自己妹妹的村支书儿子。在征地问题上又何德高望重，带领村民致富的村支书据理力争。赵丽颖在剧中的表演获得了不少好评。导演郑晓龙就表示，赵丽颖本身是农村出来的，她身上有股蓬勃的生命力，一开始选演员的时候就定下了她，因为她有何幸福的倔强和脾气。金腰3日，赵丽颖在接受小编记者采访时表示，何幸福是一个真诚勇敢的人物，有成长的弧光。但何幸福一定不是传统认知里具有爽感的角色，她平凡普通，最后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逆袭，有的只是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赵丽颖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希望大家通过这部剧了解到农村的新风貌和变化。何幸福比较吸引我的点是她很真诚很勇敢，人物性格很鲜明，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线，是很立体的女性形象。可能会有观众觉得何幸福有一些执拗，其实作为演员，进入何幸福的世界再去看这些事情，
会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执着。我们生活当中确实需要有何幸福这样的人，敢于去表达，也敢于去承担，需要这样较真儿。赵丽颖，我其实很欣赏幸福。从演员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尽可能去塑造不同的人物。幸福不是传统认知上很有爽感的角色，它接地气，比较现实，也很平凡。大家可以看到何幸福的成长，不是逆袭，就是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因为她没有放弃学习，最后学到了很多，带领全村人一起致富，帮助家乡发展。何幸福拥有比较大的格局和比较深远的眼界。何幸福区别于以往我饰演过的女性形象，是全新的类型。赵丽颖，何幸福在剧中说过2句话，非常朴实，也非常简单，但在生活中真的是非常受用。一个是使劲活，好好活；一个是人不应该只是活着，还要能活得明白，活出自我。这2句话我送给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努力生活的人，抱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可能会被幸福的这种生命力所感染。赵丽颖第一次参演新农村题材的剧，我觉得挑战挺大的，各方面可能都不是我们以往认知的这种形象或者人物设定。幸福的万家从角色设定到场景都非常真实还原，有很多情节都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真实发生过的。大家在看剧的过程中也会觉得很熟悉，很有烟火气，会有一些共鸣。取材于生活并进行艺术加工的情节会更有生命力。赵丽颖导演、编剧对于何幸福的人生格局有更高的要求，我也从这个角色当中得到了很多。何幸福最后做出的改变，不一定非得说就是以离婚的方式去展示，可能他的处理方式就是简单的，不光自己进步，还可以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进步。何幸福的婚姻不一定要走到极端，我也觉得何幸福可以把这段婚姻处理得更好，他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让不管是孩子未来的教育和生活，还是自己的家庭，都有一个好的发展。整体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赵丽颖打庆来嘴是最解气的，幸福心胸很开阔，不计较，但还是有情绪吧。不光是我们在戏里，观众在戏外可能也想有一个发泄的渠道。人物会随着剧情发展有所改变，庆来在最后也有所变化，但蜕变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思想认知上的变化。赵丽颖之前合作的时候还比较小，现在自己人生生活经验都有了一定积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候。现在在跟郑导合作，是自己比较好的状态。其实拍这样的戏不是说多难，而是我们怎么用不同方式去表达这种情绪。比如打庆来嘴巴那场戏，我们现场就想到幸福跟庆来的这种夫妻关系还可以更生活化更自然一些，可能就觉得他话特别多特别碎，就打嘴巴吧，拍他几下嘴，生动一些。8届金鹰女神现状，赵丽颖幸福到万家播出，王珞丹趁响退圈。2年1度的金鹰节颁奖礼又来了，除了每年的奖项备受关注外，金鹰女神也是各位网民讨论的对象。然而时过境迁，已经选出的8位金鹰女神，现在发展也各不相同，差距明显。1. 刘亦菲。刘亦菲19岁就已经拍过一系列经典影片，比如《仙剑奇侠传》《神雕侠侣》《金粉世家》等，因此19岁就获得第1届金鹰女神的称号也当之无愧。在此之后，刘亦菲可能是为寻求转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电影圈。根据资料显示，自从《神雕》之后，刘亦菲到目前为止播出的电视剧就只有今年热播的《梦话录》。除此之外，便是与井柏然合作的《一区三生》和待播的《去有风的地方》。而在电影方面，刘亦菲便是接戏不断，几乎从06年后，每年都有电影播出，
但大部分电影口碑与票房都不怎么理想，比如当时炒得火热的《花木兰》，上映后更是引起众多吐槽。吐槽归吐槽，更多的还是赞美刘亦菲的颜值，比如刚完结的《梦话录》，时隔10多年再拍电视剧，收视依然爆火，热搜上不停，颜值夸上天。虽然其中不乏有人吐槽她台词不过关，脸部发腮，颜值下降，但奈何五官太优越，即使发腮，颜值依然能打。2. 李小璐。要说8位精英女神中最拉胯的女星，非李小璐莫属，毕竟她的确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16岁就凭借《天域》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她，专业能力自然不在话下，随后影视资源不断，拍摄的影片大多收视与口碑也很不错。27岁又票选为精英女神，可见国民度是非常高的。但谁能想到2017年却因为做头发事件形象毁于一旦。据传，在2020年的精英女神宣传片中还删除了李小璐的画面，说她惨，有感觉是她自食恶果。现在的李小璐作为劣迹艺人复出，肯定是难上加难的，所以她在社交平台上活跃度明显很高，经常晒一些自己与家人的日常。一个女演员现在活得像网红也是不容易。3. 王珞丹。2006年的一部奋斗带出来不少大明星，除了李小璐以外，还有另一个精英女神王珞丹。要说王珞丹的演技，那肯定是有的，毕竟金鸡奖、白玉兰也是得过的。在还没有被网友说拉胯的金鹰节获得精英女神，也可以看出来王珞丹当时人气有多高。但纵观这些年王珞丹的发展，虽然断断续续也有影片的播出，但热度都不怎么高。她自己都发文说过想翻红，不想当好演员。除此之外，王珞丹还因为和白百合长得太像，经常被网友拿来和白百合作比。但白百合后来因为一指禅事件口碑一落千丈，王珞丹还一事发朋友圈回应此事。但此后王珞丹并没有握住时机再次翻红。近几年的资源也算是不太理想，之前还因为退圈问题上了热搜，但很快其工作室又出来辟谣。但按王珞丹目前的状况来看，国民度虽然高，但在更新换代很快的娱乐圈，也算是个半透明的人了。4. 刘诗诗。刘诗诗在2012年也凭借《步步惊心》《轩辕剑之天之痕》等爆款电视剧成功成为第4位精英女神。之后更是资源不断，每年都有好几部电视剧或者电影播出，不仅当选为新生代4小花旦，还在国外电影节获奖。但就在当红时，刘诗诗选择和大自己17岁的吴奇隆结婚，因此15年并没有任何影视播出。近几年刘诗诗逐渐复出，但可能性格太佛系，接戏也是断断续续的接，像18、21年就没怎么有影视的产出。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每当新戏播出时，不少人质疑刘诗诗演技退步，而且影片的收视和口碑也不如以前，好几部剧都高开低走。比如《醉玲珑》《亲爱的自己》，看来太多福星也不太好。5. 赵丽颖。赵丽颖虽然是拍摄冯小刚广告片出道，但演艺道路并不一帆风顺，演了几年小配角后，凭借新《还珠格格》中晴儿一角进入观众视野，随后又凭借《陆贞传奇》票选为第5届金鹰女神。获得金鹰女神后的赵丽颖更是一路开挂，苦尽甘来，出演了一系列大爆剧，比如《花千骨》《楚乔传》《知否》，开启电视剧霸屏模式。即使结婚生子后，号召力也依然不减，一复出便搭档王一博出演有匪。虽然遭到不少人吐槽剧情注水、演技退步，但收视率依然轻松破亿。除此之外，还有近期正在播的《幸福到万家》，热度也是高居不下。赵丽颖的演技也再一次得到肯定，夸其台词进步、演技自然的观众不在少数。接下来赵丽颖也还有好几部待播剧，资源真的是非常好了。6. 唐嫣。和赵丽颖一样被明导赏识出道的还有唐嫣，
但即便如此，唐嫣也是因为在2009年出演《仙剑奇侠传》中出演紫萱一角才成功走红。随后也是演了不少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比如《夏家3000金》、《何以笙箫默》等。但奈何撞见更红的刘诗诗和赵丽颖，因此等唐嫣2016年获得金鹰女神时，已经32岁了。唐嫣一直被人诟病的就是明明是张御姐脸，却总是在偶像剧里演傻白甜。结婚之前是，结婚之后也是。2018年和罗晋结婚后，出演的影片数量也是断崖式下降。根据资料看，到目前为止，结婚后的唐嫣只有2部剧的播出，分别是《烟云台》和《时间都知道》，而这2部剧也都逃不开偶像剧的范围，收视也大不如前。不得不说，唐嫣这婚后资源还真是有点虐，但如果是因为婚后性格变服性的缘故，那又是另外一种解释了。7. 迪丽热巴。迪丽热巴估计是金鹰节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人物，以翻拍的韩剧《漂亮的李慧珍》中李慧珍一角，成功打败樱桃、袁泉、孙俪，夺得观众喜爱女演员和人气演员双奖杯。金杯、水晶杯在手，还是金鹰女神，真可以说是迪丽热巴高光时刻。但由于争夺奖项的竞争对手专业能力太强，迪丽热巴获奖后更是遭到争议，水后的说法也逐渐传开，连带金鹰奖的质量都开始受到质疑。粉丝在网上奋力争辩，也无法堵住群众悠悠众口。但尽管如此，迪丽热巴的演艺事业一样高歌猛进，随后出演不少爆剧，比如《长歌行》、《你是我的荣耀》，还有前段时间热播的《与君初相识》，都是话题热度非常高的流量爆剧。除此之外，迪丽热巴也还有好几部待播剧，比如和龚俊合作的《安乐传》，以及和佟大为合作的《公诉精英》。所以说，人各有出路，找准适合自己的方式，才能走得更远。8. 宋茜。宋茜2020年凭借电视剧《下一站是幸福》当选为新一届的金鹰女神，与她竞争激烈的谭松韵手握2部热剧，都惜败于她。谭松韵的经纪人还发文内涵，但最后也发了道歉声明。但不怪人家说，毕竟宋茜作为爱豆出身，转型做演员时确实是演技烂得彻底，直到《下一站是幸福》的播出，口碑才逐渐逆转。而获得金鹰女神后的宋茜也的确接了不少影片，2021年就有4部电视剧播出，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风起洛阳》。虽然夸宋茜演技进步的有，但讨论度最高的却在黄轩和配角张丽身上，宋茜存在感就显得有点弱。剩下的电视剧虽然热度也有，但明显比起《下一站是幸福》出圈程度低，扑的是悄无声息。接下来宋茜也还有2部待播剧，分别是《谁都知道我爱你》和《温暖的甜蜜的》，也预祝她演技不拉胯，收视再创纪录吧。现在的娱乐圈流量当道，很多高人气的作品都是粉丝狂欢，但不管2022届是谁获得金鹰女神，都希望能实至名归，毕竟流量易逝，但作品是永存的。